哥哥闯祸了，他把家里卖地供他读书的钱全都偷了出去。3天后，他只拉回一个昏迷的姑娘。娘，她叫云娘，是林大人家发卖出来的。她帮过儿大忙，儿不能眼看着恩人落入泥潭。读书的钱花光了，你娶媳妇儿下聘的钱也没了。依我看，就当你买了个媳妇儿吧。娘，我是为了报恩，儿配不上他。这些钱，儿子以后一定会还。您别为难他。配不上？他细皮嫩肉，说穿了也是林府出身的奴籍。你给他赎了身，有什么配不上的？儿只为报恩，娘莫要比我不孝。我命苦啊！嫁进你们老许家这穷窝，现在连亲儿子也要忤逆我，我还不如装死算了。大郎，不准跟你娘犟！你娶婆娘本来就该你娘说了算。家里的气氛沉到了谷底，可看到云娘的眼，我和娘竟都不争气的咽了口水。这样的人，我们家好像真的配不上。父亲临别前吩咐，若有心人来赎，便将我嫁给他。如今既许郎父母点头，婚事全凭二老做主。听凭父母安排。我才12岁，不懂哥哥在纠结什么，但我知道他一定爱惨了云娘。这屋里长了眼睛的，恐怕没人不知道。婚事定了，可娘的心情却越来越糟。仙女一样的嫂嫂，这碴子粥入后，竟能把嗓子划出血来。好你个败家子儿，敢偷我生前的蛋！娘，云娘身体弱，喝不下粥，儿是想给她补补。补补？这鸡蛋是全家的命，为了供你读书，家里田都卖了1多半。万一你考不上秀才，你是要你妹小荷把嫁妆也赔干净吗？走，我倒要看看这尊大佛到底是有多娇贵，非得吃这口碎心钱。那一刻，娘哑火了。我们这些泥腿子眼里比天大的书本，在嫂嫂手里竟像平常物一样。她一个女人，竟然识字。夫人早上好，原想梳洗罢去向您问安，倒劳烦您先过来了。我也不是要做那恶婆婆，可大郎的束修是家里的大头，全家嘴上都要省。是我从前养娇了，害得许郎周折。您放心，我会尽快习惯。娘，云娘病根未除，不能省，儿以后不吃午饭，省下来的口粮给她换鸡蛋。我让你不吃，我让你不吃！你个有了媳妇儿忘了娘的愣头青！我扇死你这个没出息的！许郎，您别打了，谁也不用省钱，往后我教许郎读书。你说你要干什么？县里的先生考了一辈子，也就是个老童生，往后我教许郎，保管比县里教的好，连田童生都教不了他。你个女娃娃能在学问上成事？能，云娘说能，就一定能。许郎，云娘，
你把这篇策论誊抄一遍，拿去给田先生瞧瞧。哎呦，笔墨贵着呢，直接拿你这份去不就行了？女子的笔墨怎能轻易给外男瞧了去？劳烦许郎了。爹娘，庄户人家娶个有学问的媳妇太扎眼，以后就说文章是我写的，这事绝不能传出去。徐老贺，你家祖坟冒青烟了，要出秀才宫了。你是说，凭这篇文章就能中秀才？岂止是秀才，依我看，举人都中得，秀才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小何，以后嫂嫂也教你读书好不好？我女娃娃也能读书？哑巴啦，还不快谢谢你嫂嫂！姨娘，太辣了，别硬撑。夫人做的太香了，辣也想吃，不妨事的。往后咱不吃操粥了，费几文钱磨面给你烙饼，咱家费得起。不过，这称呼是不是该改改了？总叫夫人，该改口叫娘了吧？娘，到底还没拜堂，不合规矩。那还不容易，咱现在有钱办酒，明天我就寻摸好日子，你就等着做我许家的新媳妇儿。不说多，跟着你嫂子学到她一成的本事，将来婆家也不敢小看你了。可娘，您以前总说纸墨贵，让我离哥哥读书的地方远点。是娘没本事，没见识过好人家怎么教女儿，倒耽误了你。唉，谁让咱家穷呢？你哥到底读过书，眼光不一样，这媳妇儿买的真不亏。小何，知道哥哥第一本书是怎么来的吗？那时候娘病了，我跟着张大叔去城里林大人府里修整宅子，外书房的窗子破了，我就在那附近干活。我听着屋里朗朗的书声，慢慢竟记住了。我就想弄懂那些话是什么意思，手里的活就越来越慢。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还想学人家读书，撒泡尿照照看，你配吗？果然是乡巴佬，进城看过好人家，就以为自己也是人了。要做梦死远点，别连累我。那个工头真坏，哥哥，以后你中了秀才，一定要特意绕到他家门前走一趟，气死他。我不怨他，若不是他，我也遇不见芸娘。是芸娘路过时听见了，她特意送了我一本书，还跟我说了许多道理。她说圣贤写书本就是给人读的，她说我连做工都在渴求学识，强过多少庸碌之人。那是第一次有人告诉我，我并不卑贱。所以小何，不要自卑，只要你想读就去读。你嫂嫂也是女子，她读的可比我还好。哥哥，你说嫂嫂她真的只是个当过丫鬟的吗？我就知道我家小何是个聪明孩子。从前哥哥读书是为了带你和爹娘过上好日子，但今后哥哥会更努力，因为除了你们，哥哥想护住一个更难护的人。小何，你帮帮哥哥好不好？我那时候不明白哥哥要护的是什么，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，
芸娘嫂嫂就是我们全家要守住的秘密。哎呦，你看这芸娘长得真俊呐！就是啊，这许家可真是好福气。哎呦，许大娘，你家这福气真是不小，娶的媳妇儿跟画里走出来似的。就是，这通身的气派，哪像咱乡下人啊！为了这份福气，我把心里的怀疑咽了回去。可嫂嫂这贵人样，真能过惯咱这苦日子吗？青山他娘，不是我说，你这媳妇儿也太金贵了，锄头都没摸2天就倒下了，可不是嘛？穿个粗布衣服都能出疹子，这哪是娶媳妇儿，这是迎了尊菩萨回家供着。哎呀，读书人就是读傻了，放着能干的大丫不要，找个不知底细的败家精。吃药得不少钱吧？啊，也就你家底厚，才养得起这种大小姐。都给我滚出去！打量谁不知道谁呀？不就是眼馋我大郎读书好，娶的媳妇儿漂亮吗？一个个开口都能流酸水了。我儿子就是能干，我儿媳妇儿就是能把你们所有人都比到泥里去。滚！别来我家找晦气，你就嘴硬吧。一群没见识的村妇，我儿媳妇会识字，会教诗，当菩萨供着又怎么了？可惜不能告诉别人，不然谁见了都得恭维我。就是，嫂嫂那么有本事，还想着帮衬农活。不仅能干，还孝顺呢。想帮你嫂嫂说好话就直说，自家人本来就该帮自家人。就是那丫头太倔，说不让干偏要干，忙了点活费这么多要钱，真是造孽呀。药熬好了，你去喂。我知道，娘心里还是有怨气的。为了那些要钱，她觉得嫂嫂太不听劝了。这日子啊，怕是还没过顺。如今正是最紧要的时候，一天也耽误不得。快回书房读书去，别守着我了。嫂嫂，你往后可别再插手农活了，这哪是你想干就能干的。小何，谢谢你，也谢谢娘。原来我这辈子的好运气，竟是在这里。嫂嫂说什么呢？是我大意了，没想到农活这么不易。本想着嫁了你哥就是许家的人，怎么长辈都在劳作，只有我闲着。原本也想看看田里有没有赚钱的门路，如今看来得另寻门道赚钱了。家里最近日子还成？嫂嫂很急着赚钱吗？我跟你哥算过，为了我，家里怕是只剩几罐铜钱了，剩下的田也只够将税和口粮，快要坐吃山空了。这算什么？只要有口粮，一年也花不了几个钱。等哥哥种了秀才，日子不就好了？可若你哥哥不只要考秀才呢？若他的才学能让他一路考进京城呢？京城？这一路漫长，到了京城还得后考、后成绩、后关，少说要半年。京城大不易居，我还怕他万一生病，所以最少也得准备30两银子。啊，30两！1亩田的稻谷扣去税才值600文，我家拢共5亩地，全家人扎上嘴不吃不喝，1年才攒3两，加上卖猪卖蛋的钱，撑死才6两。那怎么办？全家不吃不喝，咱5年才够啊！小何啊，你说凳子缺条腿，你还敢坐吗？不敢坐。那缺胳膊断腿的字，你怎么就敢往纸上写呢？奇怪，听完嫂嫂这些稀奇古怪的话，那些难记的字竟真的一股脑钻进了我的脑子。嫂嫂，你每天写这么多是在做什么？抄书。嫂嫂，不是说女子写的东西不能轻易拿到外面吗？这样做没问题吗？你仔细看看，这是谁的笔记？
这是哥哥的笔记，这是你哥哥抄的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抄一本书才60文，1个月抄5本也才300文。嫂子，对不起，我认的字还抄不了书。娘那么勇武，你哥也是个会争取的，你怎么动不动就低头？把头抬起来，嫂嫂带你出来可是学本事的。小何，摸摸看，跟村里婶子们纺的布比怎么样？村里能干的妇人1年能赚1-2两银子，布已经很好了，但也只跟刚才看过的最差那2家布庄差不多。这家的布比村里的好太多，只要不是比这城里5家布庄都差，那就够了。小何，这钱你拿着，悄悄去找跟你关系好的婶子，买一匹咱们村里纺的布回来。买村里的布？嫂嫂，你要做什么？别问这么多，记得一定要悄悄的，别让爹娘和外人知道。嫂嫂买这些便宜粗布和绣线，难道真的能变出那30两银子来？嫂嫂，明明布庄也有绣花衣裳，可你绣的这些，我瞧着眼睛都挪不开了。别停，最后一套赶出来，咱们就有本钱了。嫂嫂，真要去这家？这可是全县城最差的一家。就是差才好。走，进去。老掌柜，成衣3套，1套200文，您瞧瞧。一匹布能做6套，除去成本，这一批能赚700文。要是把娘拉进来，1年就是28两，哥哥进京赶考的钱就够了。娘子，这图案确实有趣，可惜啊，小店从不收成衣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必要在您这儿耗着，我去隔壁街试试。反正我脑子里花样多，掌柜的，您抄得了这一个，抄不着下一个。哎，娘子别走啊，好商量。就怕万一隔壁掌柜识货，占了这独一份的花样，您这生意怕是更难做了。哎，咱们谈，成衣我不收，但这花样我1个月出4两银子买您画的花样子，如何？4两。嫂嫂，刚才为什么不卖花样？卖花样明明比做衣服更赚钱更省力啊。学了一辈子东西，最后竟是靠这点小爱好解了困。那掌柜刚入行，好的织娘都被垄断了，他只能散收，质量自然比不过别家。他要的是花样，但我给的是稀缺。可是，傻丫头，无商不奸，他怎么可能提出一个让我赚钱他吃亏的法子？若我只卖花样，他转头就能印出成千上万份，到时候我分文不值。咱们只卖成衣，生意才长久。你就等着看吧，他迟早会求上门来。3个月了，布庄的订单从18套涨到40套。娘现在看见针线都想打哆嗦，可这还只是开始。云娘子，如今不光咱们县，连邻县的人都循着花样来买。我想扩张店铺，下个月你们能不能供200套？200套绝对不行。何掌柜既然有此雄心，这200套我们接了。云娘啊，我们就算长出8只手，也做不完200套衣服。签了契可是要赔钱的，你怎敢答应？娘，您不记得上个月那额外的40套是怎么完成的了吗？那是请了2个要好的婶子帮忙，1套给了35文钱。来帮忙嘛，有的话要记得过来啊，妹妹要经常来啊，别忘。嫂嫂，你这是要带着全村一起赚钱？请人做衣服简单，谁家婆娘不会拿针？但绣花怎么办？你和小何2个人累死也绣不完200套啊！那就教他们绣，
像小何这么大的女孩子学起来很快的。这种赚钱的本事怎么好交给别人？你没看那些会纺布的都背着人干，生怕被学去吗？当初我求了半天，人家都不肯教小何。那是因为过去收布的人有限，但我们的订单会一直涨。娘，您算算，就算每套让出35文制衣费，15文绣花费，咱们这月能赚多少？本来一件赚113文，让出去50文，还剩53文，200套，那就是10两银子。原来这才是嫂嫂花样的价值，难怪那何掌柜当初只肯开4两银子买断，果真奸诈。更重要的是，娘，选谁帮忙，收谁的布，可都是您说了算。您想想，到时候您在村里得多风光。对，谁干活麻溜，谁跟我交情好，我心里有数。我现在就去寻人。你也别愣着了，有什么要好的小姐妹领过来吧，我们教她们绣花。许家大嫂，听说你们这儿一个月能赚几百文，这都赶上我家男人卖苦力的钱了，加我一个成不？别急，20个制衣的，10个绣花的，人选我心里有数，念到名字的进来。名声是逝者最好的老师，这是大郎将来做官很重要的优势。哟，许家嫂子，你瞧大郎这么疼媳妇儿，你吃醋不？吃啥醋？我又不是没老汉。老头子，快过来给我按按。这叫个人媳妇儿个人疼，你们羡慕啊？回去找你们家那口子去，忙得热闹，别到时候1分钱拿不到。听尤其出现在怪圈做出恶梦的时候时，就是一个小媳妇儿，哪来这么大本事？我看这买卖悬。手快的月制15套，发钱。许小姐，这是自家攒的鸡蛋，您拿着。收下收下，反正这个月订单又翻倍了，大家想干活的都记个名儿。当初说的那么难听，现在想来赚钱了。我这儿不招人品不好的。娘，给他们一个机会吧。嫂嫂，干嘛还让他们赚钱？小何，他们中大部分人家里填不饱肚子，人在绝望时容易发泄情绪，没精力学道理，不教而诛是为虐。他们做错，我们给一次机会，用言行告诉他们对错，若再犯，再闭气不迟。书上说达则兼济天下，嫂嫂大概就是书里说的达者吧。小何记住，当断则断，当体恤则体恤，这才是读书明理的作用。嫂嫂，布匹质量一上去，咱的衣服一套就涨到了210文。质量是底气，咱们不仅要涨价，还要给各家涨单价。每3个月根据订单量给婶子们涨一次工钱。记下了。还有，农忙的时候要有序给大家放假。土地是农民的根本，那是不能丢的。余娘，出事儿了！有2个绣娘偷偷跑了，还把咱们的花样子偷去卖给了别家作坊。那几家作坊天天盯着咱们跟风，这下花样被他们得了，咱们的生意可怎么办？他们偷走的只是皮毛，他们不知道作坊最值钱的是什么，是我这10几年的经验，是我的审美，更是我的管理。这些东西别人偷不走。余娘子，求求你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吧，他们知道错了。嫂嫂，他们哭得这么惨，贪婪被主，机会已给过一次，这次绝不原谅。余娘，省城那边回信了，更多更大的买家过几日便到。小何，别看了，把门关上，咱们要招的人可不止这一个村子了。嫂嫂，咱们每套衣服让利给乡亲后，赚头已经很薄了，这一下子拿出一大半存款修路造桥，爹娘瞧着那些银子流水似的出去，心都快跟着飞了。钱财若只堆在库房，那是死物。路通了，桥稳了，咱们的货才能走得更远。不分男女，只要是乡里的孩子都能进学5年。想读书的，我送他去府城；想学手艺的，保他将来有饭吃，有肉拿。3年来，
嫂嫂一直压着哥哥不让参加同生试，就想让他今后勃发。此次动身，便是要一气呵成，直取功名。见鬼了！3年了，一个睡床一个睡榻，这能怀上孙子才怪啊！哥哥和嫂嫂竟然还没圆床。小何，你读书多，快给娘拿个主意，那种催情的汤药到底有没有方子？韭菜、羊肾，这剁碎了煮成一锅，哥哥应该吃不出来吧？啊，嫂嫂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小何，大半夜的，你在厨房里折腾什么名堂呢？记煮了，就一起放进去吧。嫂嫂，这闻着有点腥呀，能成吗？这是团鱼壳磨成的粉，医经上说了是个好东西，你安心放，准没错。哥哥，这是我煮的汤，味道可能……只要是小何煮的，哥哥都吃。原来团鱼就是乌龟，这加了龟壳粉的，不就是俗话说的王八大补汤吗？嫂嫂可真敢下手啊！小何，你可真是咱家的福星，这药下得好。这功劳其实全是嫂嫂的，我这元宝拿的心虚啊。小何，你会不会觉得嫂嫂这样有些轻浮了？嫂嫂，轻浮倒是不觉得，我就是好奇。傻子都能看出来哥哥很心悦嫂嫂，可为啥他反倒不愿意圆房？因为许大郎就是个傻子啊，他一直以为我的心里还藏着别人，而那个人在京城。许大郎想先替我去京城看一看，看我和那个人还有没有可能。那嫂嫂心里还有别人吗？当然没有。早在我在死牢里等了1个月，都没等到那个人来赎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死心了。那是我最难熬的时光。大家闺秀自居多年，进了牢里就什么也不是。我看着身边每天都有人自缢，他们说这叫刚烈，叫不让家族受辱。可我不甘心，阿爹最后用尽人脉，只为给我求一个赎成良民的恩典。我在墙上划着痕，每天都在等那个承诺带我走的人。我真不解。就在我准备把脖颈套进腰带的那一刻，许大郎来了。我们整整独处了3日，许大郎没问过一句我在牢里的遭遇，只是尽心尽力的照顾我。爱和敬听着虚无缥缈，但真正爱中的人一定会让你感受到。从那时起，我便决定，许大郎这个人，我要紧紧抓牢一辈子。原来是这样，所以小何，你将来也要找个像许大郎这样的人。那傻子应该是全听见了吧？嫂嫂，原来你也发现哥哥一直站在那儿了。
恭喜许大郎老爷高中同生按手！恭喜许大郎老爷高中秀才按手！恭喜许家老爷连中3元，府城乡试再夺按手！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点心意，祝许按手拉日登科。这点小小润笔费，请许按手务必收下，全当是咱家提前给老爷尽的一份心。劳烦各位回去转告各位东家，许家清廉，从未有过收受外财的规矩。沈大娘子，这不过是些贺礼，不算贿赂。不管是什么，许家都不收。送客，各位请吧，别让这些黄白物脏了我哥哥的名声。那么多银子，芸娘，咱们真的不留一分。往后大郎上京，处处都要花钱啊。现下知道自己有钱有多重要了吧？咱们自己挣下的银钱，足供大郎一路顺风顺水。若现下收了这些人的钱，大郎还没出世，就得先欠下一堆还不清的人情。嫂嫂说的是，拿人手短，哥哥将来在官场上可不能因为这几箱银子就直不起腰杆。那一刻我才真切地感受到，嫂嫂这3年费心经营布庄，根本不是为了那几两银子，而是要把哥哥清清白白地送上那条青云路。许老爷、许夫人，一点薄礼不成敬意，别规矩呀，咱们也是真心。这大郎都考完试这么久了，京城那边信儿还没到，送钱的人倒是一波接一波。听芸娘的，咱一分不沾，全给他们推回去。爹娘，外面又来了一位贵公子，瞧着气派极大，不像是来送礼的，倒像是个京城来的故交。许老先生、许夫人，贤郎在京城的名声，如今可是如雷贯耳啊！这位公子过奖了，不知大郎在京中究竟如何？许兄那篇领民致富的策论，做的是名动京城，圣上亲口夸赞其有经世之才。真的，我家大郎真这么出息？自然，虽说诗文上略逊一筹，没能进前3甲，却也是2甲榜上的第1名，传卢。更要紧的是，陛下亲自在书房召见许传卢，整整聊了1日。如今满天下的读书人都知道，他是陛下这一届最满意的天子门生。公子特意跑这一趟，不会只为了报喜吧？许姑娘聪明，许传卢如今圣眷正浓，这前程似锦，当朝宰辅大人更是爱才心切，已经放出话了，有意将嫡亲女儿下嫁给许传兰。公子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家大郎是有家室的人，芸娘还在家等着呢。家世，在这泼天的富贵和宰辅的权力面前，乡野发妻算得了什么？这不行，这绝对不行！我儿子已经有媳妇儿了，这位公子快莫要胡说，坏了我大儿的名声。伯父啊，您是一片慈父心肠，可您可知您那位儿媳究竟是什么人？他爹可是个被砍了脑袋的罪臣，更何况他本人曾在牢里待过整整1个月，在那脏地方出入过的女人，哪里还有什么贞洁在？如今京城已有官员联名上书，说许大郎德行有亏，不配为官。偏偏许大郎迷了心窍，死活不肯休妻。伯父伯母，你们可得为许大郎的前途着想啊！照你这么说，若是我们休了芸娘，你觉得我们该把她赶到哪里去？实不相瞒，那女子从前跟我也有几分旧情。若伯父伯母觉得休妻名声不好听，为难得很，不如交给我，我把她带走，在这京郊寻个安静院子养着就是了。你无耻！我就知道你这个贼眉鼠眼的没安好心！你睁开眼看看，那是我老许家8抬大轿抬进门的媳妇儿，就你这种货色，连我儿子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，还敢潇湘抢人！我打不死你个安杂货！跟这种畜生啰嗦什么？赶紧打出去，别脏了咱家的地界！从前那个胆小怕事的许家已经没了，在这个家里，谁也别想动嫂嫂一根汗毛。再敢打我家媳妇儿的主意，见一次打一次！爹娘，其实刚才那个人说的事儿，有些是真的。关于嫂嫂的身份，我……行了行了，我跟你爹又不是傻子，能不知道吗？你二老早就知道了。家里就你最傻，连你都看出来了，我们能不知道？谁家丫鬟这么大能耐，识字就算了，
还能写出秀才公的文章。那主家要是真有这种宝贝，除非是傻了才会卖掉。唉，猜到归猜到，可既然大郎喜欢，咱当爹妈的能怎么办？而且芸娘这孩子是真能干，这日子嘛，糊里糊涂过才能家和。娘，您跟爹一定是这世上最好最好的父母。那当然，我跟你爹要是种不好，能生下你们这几个优秀的儿女？爹娘，儿媳受之有愧。哎呀，你这孩子，这有什么好跪的？不就是做官吗？那京城的官管得也太宽了，连别人娶什么媳妇儿都要管。咱大郎要是做不了这官，那就不做。咱许家现在有房有地，还怕饿着不成？就是，芸娘，咱家本来也只指望大郎考个秀才回来，在村里开个私塾教书就成了。现下大郎在府城都跟着出名了，就算不当京官，回来也能开老大的私塾了，咱得知足。娘，您不知道，可儿媳心里都清楚。我知道我的身份会让她官途多坎坷，往后的路有多难走，所以我才让她一口气连着考，拼了命的想博个名声给天子看。娘，是我贪心，我不愿错过相公这么好的人，更不想离开这个家。您要是生气，就怪儿媳吧。傻孩子，你既然知道，那大郎能不知道吗？他难道不清楚娶了你会遇到这些事儿？常言道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既然是大郎自己做的选择，他就得自己扛着。他乐意，我这个当娘的也怨不着你。娘，爹，您二老和大郎都甘心，可是我不甘心。我不甘心相公这样惊世绝艳的才华被生生埋没，我不甘心他就这样背负骂名。儿媳在这求爹娘成全，请您二老同意，让儿媳亲自上京辩驳。嫂嫂，若是败在那沈清舟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此番上京，你有几分把握？沈清舟那个败类依附当朝宰辅生存，若换了旁人，我一分胜算也无。但这几日京城传来的消息，陛下倒是当真看重相公的才学，有圣心在，我便有了5分把握。乡亲们，出什么事了？难不成大家知道哥哥嫂嫂的事，要来赶我们走？嫂嫂甚至都准备把作坊白造给村子了。芸娘，听闻你要上京，这是全乡百姓的一点心意。全乡823人，一人不少，全都在上面了。许大郎是咱们村出的第一个文曲星，咱们不能要那京城的贪官给糟蹋了。咱们这请命书写的不体面，但咱们心齐，咱们得为大郎和芸娘求个公道，希望天下不要少一个好官。芸娘替相公谢过诸位乡亲。阿和，你知道吗？我爹这一辈子其实是个糊涂官，他不贪腐，是个清官，可他也不懂民生，他自以为公正，却让治下的百姓吃了不少苦。所以我嫁进许家，才尽我所能建作坊，想替他弥补一些。可我没想到，最后却是百姓们还给我的更多。去吧，孩子，咱们老许家的人不惹事儿，但也不怕事。爹娘，等我带大郎回来，咱们一家团聚。你说，当初咱们要是真把这媳妇儿卖了，咱们还是人吗？咱老许家的种，不管官当不当得成，但这几两骨绝不能弯。嫂嫂，你一定要赢，全村都在等你。爹，娘，是哥哥的信，京城来的信。信封上是哥哥的墨宝，那是他的字，但这内里的字比例雄健又透着清俊，一笔一画神采飞扬，是嫂嫂的笔迹。阿和，爹娘，不辱使命，我们赢了。陛下已亲下圣旨，授我为琼海县令。那些拿你嫂嫂身份发难的人，
终是无话可说。去琼海做县令，那地方可说是全国数一数二的穷困之地，又是贬谪流放之所。陛下这是……朝里那些人定是觉得这是陛下给咱大郎的惩罚，才肯罢手的吧？爹娘，你们错了，信后写着呢。那正是哥哥藏了许多年的报复。嫂嫂，当初官居一匹留任京征的才子比比皆是，哥哥为何偏选这穷山恶水的琼海？这县令的位置是你哥在金陵殿上搏命换来的。阿和，你只道结果圆满，却不知那短短46天里，我与你哥哥一共5次踏过鬼门关，那是真正的生死局。每一次呼吸都带着寒光凛冽的刀意。二甲传卢许青山接御史台16道联名弹劾折子，而涉嫌欺君罔上、私藏罪臣之女、收买相众，意图谋逆，即刻收缴官身凭证，禁足城西驿馆，无诏不得出入。芸娘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前日还是天子门生，今日竟成了谋逆罪臣。若实在走投无路，芸娘，我写一封休书。你休要再说休妻的话。从你在牢里把我带出来那天起，我就没打算再一个人走。他们要的不是我，而是你这个不肯依附载父，又被陛下看中的眼中钉。许传卢，相爷惜才，特让我给你带句话。摆在你面前的有2条路，第一条路，你写下休书，与这罪臣之女一刀两断。相爷愿将嫡女许配于你，保你入翰林院，未来入阁拜相，指日可待。第二条路，你护着她，那就是坐实了包庇之罪。不仅你要丢官，连你远在乡下的爹娘、未成年的妹妹，都要被株连3000里流放。相爷给你1夜时间，别拿全家性命赌一个失了贞洁、带了奏气的女人。我许青山此生唯林婉一人为妻，莫说入阁拜相，就是给我个皇帝做，我也不换。我就知道，我没选错人。不过既然他们亮牌了，那我们也该接招了。青山，离家前我就把作坊所有契书改成了村产，托付给了田先生。若是我们在京城30日全无音讯，全乡823户便会由田先生牵头，带着这卷万民册赴督察院，敲响那口尘封20年的告御状鼓。芸娘，你竟早有准备。我从来不是来京城求情的，我是来这金銮殿上掀翻这贪腐朝堂的。走，去会会那帮所谓的国之栋梁。我乃这一届传卢，有万民折告御状，谁敢拦我面圣？陛下，许青山名为新科进士，实则野心勃勃。他于家乡私开作坊，收买民心，致使全乡800余户只知许家，不知朝廷。林氏乃先帝钦定的逆臣之女，隐姓埋名，蛊惑新科传离，此乃借尸还魂，图谋不轨。陛下未入仕途便操控异乡百姓，此子心怀叵测，请陛下严惩，将2人即刻革职下狱，速收朝纲。请陛下严查办。许青山，众臣所奏，你可有辩驳？陛下，臣娶妻林氏，清清白白，绝非私藏。臣妻之父林御史，当年乃是因弹劾江南赈灾款贪墨案被人构陷，并非谋逆。臣在家乡开作坊，是为村民求活路；办学段，是为孩童明事理；修桥铺路，是为百姓行便利。若为百姓办实事，便是收买民心。那这天下官吏岂非个个都要袖手旁观，任由百姓易子而失才算忠臣？大胆庶子，竟敢在御前巧言厉色！臣此生
唯林氏一人为妻。若陛下认为臣娶妻有罪，臣愿辞去二甲传卢所有功名，与妻一同领受责罚，绝无怨言。愿弃功名，只为一妻。许青山，你当真不怕死？臣不悔。好一个情深义重！许青山，你以为凭这几句酸腐之词就能遮掩你谋逆之实？陛下，臣请。这是邓文谷，邓文谷想必有其冤，可按大齐律例，击鼓者须先受30庭鞭，半句虚言便当场格杀。谁敢如此不要命？陛下，宫门外有一女子，名唤林婉儿，自称是新科传灯许青山之妻，正在替邓文谷告御状。婉儿，她疯了！那女子已硬生生受完30庭鞭，血染青烟。她拼死求见陛下，说有重冤，陈情辩白。宣她进来。婉儿，你何苦如此？民女林婉儿叩见陛下。民女今日冒死击鼓，一为替先父林御史洗刷20年前的冤屈，什么？二为替蓝军许青山洗清谋逆之嫌，三为告当朝宰辅构陷忠良、贪墨赈灾款、草菅人命、结党营私，此4大死罪。一派胡言！一个罪臣之女，竟敢在圣驾前疯狗咬人！我父当年拼死留下的暗账就在此处，陛下，臣妾林氏请陛下御览，还天下一个公道。放肆！区一个罪臣之女，竟敢在金銮殿上血口喷人，构陷当朝首辅！陛下，此女妖言惑众，意图扰乱朝纲，应当场拿下，打入天牢。哦，林氏，你告宰辅4大死罪，可有凭证？有。陛下，臣审情中有证据，林婉儿这贱人满口谎言。她不仅是罪臣之女，更是个不贞不洁的荡妇。当年她下狱之时，在牢中便与狱卒私通，臣这里有当年2个狱卒的亲笔证词与画押。还有，林御史当初谋逆，证据确凿，是先帝亲批的卷宗。他今日妄图翻供，就是欺君罔上，罪无可赦。婉儿，你回头吧，只要你现在认了错，跟许青山这个穷酸和离，我必保你一条性命。我还像从前一样待你，好不好？许青山、林婉儿，物证在此，你们还有何话可说？陛下，一切罪责皆在臣一人，臣愿以死。陛下，民女有证据，能证明沈清舟所呈证词全是伪证，能证明先父是被宰父构陷而死。更有证据证明，宰父20年来贪墨国库银两高达300万两。陛下，这是先父当年的亲笔手札，还有景和3年江南赈灾款的原始账册。景和3年，江南大水，先帝拨银20万两，可到了灾民手中不足3万两。先父查到，这笔钱是被当时的户部尚书，如今的宰辅与江南布政使联手私吞。先父欲写折子弹劾，却被宰辅一步反咬一口，满门抄斩。先父用命换我生路，只求此账册大白于天下。至于沈清舟所说的伪证，当年我在牢中，先帝开恩准我赎身，全城有宫中女官看守，何来私通？沈清舟，那2个作证的狱卒，如今已成了宰辅府的护院，你敢不敢让陛下把他们传唤上来，当堂对质？还有这张你当年写给我的纸条，说我不贞不洁，上面的笔迹与你今日呈上的证词分毫不差。你因我不肯嫁你，
便攀附宰府，构陷忠良，你敢不认吗？相爷，这账册上的印记，是你当年在户部的官印。这上面的笔记，是你当年的亲笔批注，你可有话说？陛下，这是伪造的，全是这林氏为了翻案恶意伪造。林御史谋逆是先帝钦定的铁案，他今日翻案，更是诋毁先帝清誉呀！此女居心叵测，许青山与之同流合污，若不重惩，何以正朝纲？何以为先帝在天之灵？请陛下严办此二人，以儆效尤。请陛下严查严办，以正朝纲。这只老狐狸竟拿先帝的名声当挡箭牌！陛下，若公道不存，臣愿以死明志。相爷，你以为我只有这些吗？这才是能让先帝御批案反转的最后一道杀招。陛下，民女这里还有最后2份证据，一份是他们一笔一笔犯罪的原始账册，另一份是来自许家村乃至周边3乡823户百姓给陛下的万民请命书。先父一生清廉，却不懂民生，他到死都没能实现让百姓吃饱穿暖的抱负。民女隐姓埋名嫁到许家村，3年时间开作坊、浇绣花、修学堂、造桥铺路。这823户百姓，从前1年到头吃不上肉，如今家家有余粮，孩子有书读。他们按上这个手印，不是为了民女，是为了我夫君许青山。民女的性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陛下您要的是只会攀附权贵的官，还是心里装着百姓的官？好一个灵儿，好一个民心为天！哈哈哈哈！来人，将宰夫沈清洲还有2个伪证狱卒全部打入天牢，严查景和3年参谋案与林御史案，但凡牵扯其中的，一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朕等这封账册等了整整3年，宰府结党营私20年，朕早就想动的。3年前，朕就查到林家有冤，账册在你手里，只是没想到你竟能忍3年。你借着许青山的科举，把这盘棋下到了金銮殿上。既然如此，朕便顺水推舟。原来先前的围捕、软禁、逼问，全是陛下的局。他是在逼宰上跳出来，将所有同党一网打尽。你们既是朕的棋子，也是朕破局的刀。这一盘杀局，终于是朕赢了。许青山，你有大才，又心怀民生。朝堂大肃之后，朕身边缺人，朕便留你在京城入翰林院任侍讲，半价左右，如何？这可是多少寒门学子梦寐以求的晋升通天路。陛下，臣恳请陛下恩准臣前往琼州府琼海县任县令一职。你可知琼海是什么地方？那是大齐最南边的琼县，瘴气横行，民生凋敝。你去了那里，就等于断了京城的路。未来再想入阁拜相，难如登天。陛下，臣知道。臣读书不是为了入阁拜相，是为了让天下的百姓都能像许家村的百姓一样，有饭吃，有衣穿，有书读。京城有无数饱学之士，可琼海没有。臣愿去琼海，臣的妻子也愿一同前往。我们要把许家村的路在琼海再走一遍。陛下，
民女愿随夫君同往，织机、绣样、账册，民女全都备好了。他想让百姓吃饱饭，民女便让百姓有钱赚。我们定不辜负初心。好一个赤子心！朕准了。许青山，朕给你3年时间，若你能治理好琼海，朕亲自召你回京入阁拜相。芸娘，你怪我吗？放弃了京城的锦绣前程，带你去那种地方。我从来不怪你，你去哪里，我就去哪里。你想救济苍生，我就陪你做一辈子。人人都说哥哥被贬是圣罚，却不知那是他们藏了多年的报复。哥哥来信说琼海恶劣，让爹娘待在家里，但我爹娘……听他胡扯！大孙子孙女儿说不定都在芸娘肚子里了，那2个木头疙瘩懂什么照顾人？磨蹭什么？趁着天没黑，赶紧走！石头好了没？赶快上路！这一梭子要推到底，线才稳。